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那么，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30分钟。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把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我看到已经有秦朋友已经进入直播间了，他提问了2个代码，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盘，然后我们就进入个股分析。好的，没有问题是吧？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又是出了一个小高点6699.52。那么最近这2天大家也都看到新闻了，就是英伟达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那么英伟达今天为什么下跌了呢？昨天冲了一下，今天又下跌了，现在跌了1.92%，1.92%。就是什么呢？现在市场上呢有点觉得英伟达跟 OpenAI 的这个投资啊，有点类似，好多人说它是什么庞氏骗局。就有点我投资你，你买我的 GPU， 然后我又那个建设你的这个投资你的数据中心，就是有点循环往复了。所以现在市场上有点对这个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英伟达现在是下跌的。那么我们看大盘，现在是这个冲高回落，今天又出了一个小高点，顶分型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啊，它越往上走，这个结构越饱满。我们是看过它的1小时的。那么这个1小时，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5浪，然后这是那个利率决议回来了，对吧？形成了一个这个中枢，然后离开。那么这个离开，我们也可以简单先测一下是不是有背驰，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刚好是等比例，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刚好在6690附近，刚好跟前面这一笔的空间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要首先你不要追。这个位置首先不能追，那么想要买回撤，对吧？那么你也可以用，如果说假设现在这个6699是最高点，或者短期或者在1小时周期上这个是高点的话，那么就看它有没有回落。到了这些位置之后，你再跟这个中枢比较，不能回来的话还是3买，对吧？所以一定不要追这个位置。那么在小周期上它也有一个中枢了，这是5分钟有一个中枢，那么这里是直接可以在上面再震一震，或者直接就下来，那么就关注这个回落的力度。所以这个位置你要减仓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起码在1小时上先减仓，等待这一笔回落之后再看它是不是再打一个高点，还是说在这里做中枢，这样的话就有2个小中枢，然后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这波从这个6360的上涨，对吧？所以说首先不要追，那么你一追就很容易下来，因为现在获利盘是非常丰厚的。那么你可以拿一点小仓位做短差，如果说没有那个精力的话，你就不用管它也好。有大的回档的时候再去这个，起码出了日的顶分型的时候，对吧？明确的那个见顶信号的时候，现在连顶分型都没有。那么你如果说以日线操作的话，你是没有进场依据的，你能进的也就是1小时，因为有顶分型了，甚至是更小周期5分钟上，对吧？所以说一定要看好周期，然后再配置你的操作。好的，这是针对指数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朋友们的提问。先看一下秦朋友问的这个叫 SYM Symbiotic， 这个我们之前有图形分析过，那么具体的基本面我们就不重复了，先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这个周期的，那么从这个起涨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笔上，然后到这里一笔下，对吧？就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前面这里在月线上，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笔回落的话，因为它出了最低点，如果当成一笔回落，其实这里有个中枢，那么前面全部当成进入段也可以。但是不论怎么分析，你都要看最后这一笔在大周期上，这一笔在月线上是一笔了，对吧？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延续。现在整个月线上表达还是就是大周期上是比较强的，但是离这个前高已经非常近了。但是不是说到了前高附近就一定要回落才能上，它也可以直接往上冲的。
但是呢，整体表达是很强的。看一下周线，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看，只关注这最后这一笔，就是从这个月线这个起涨点 16.32，16.32左侧的我们可以不看了，只看右侧。周线上还是一笔，看一下日线上，这就是这个 16.32。那么在日线上这个结构，这里有过一次回落。我们看一下这笔是不够，所以说一笔就到这里，然后又上去，然后下来，它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中枢，这是它的一个日线中枢。那么现在就是围绕日线这个中枢在做震荡，对吧？现在这个弹出去的话，这个里面是1小时上是有一个小中枢，但是它离开段很强，发现没有？所以这个如果回不到1小时这个小中枢的话，它还可以在这里再做这个小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甚至再突破前面这个 64.16。你看它这个 MACD 已经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小周期上还没结束，就是最后这一笔的小周期上，你只要不打回到这个小中枢里面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就利用日线这个周期，整体来讲还是偏强的，月线上很强，周线上也很强，然后就看日线上，只要不出现快速杀破这个中枢，然后左反向，你就可以先利用这个日线这个中枢做中震荡。如果说上去了，出高点了，那我们就要比较一下进入段，这是进入段，这是离开段，对吧？你可以比较一下有没有背驰，这两个比较，有背驰的话，它还再回来做3买。整体来讲，这个图形上是可以的，但是基本面如果说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跟一跟。这是这个 SYM，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 SWKS，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其他人问的，这样的话利用有限的时间分析更多的。然后先看一下 Clark 朋友问了一个 Plug， 这个好像是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小票，现在价格 2.7， 对吧？我们之前还好像看过，或者我自己看过，它的现在最低点在 0. 点几，这是在月线上，我们只看它最低点之后的一个结构。周线上现在是有过回落，但是不够。日线也是从这个最低点 0.69， 日线上已经有一个结构了，日线上有一个下上下做了一个中枢，像这种。我之前强调过，就是从零轴起来的这个零轴附近起来的这个力度都非常强，一定不能够。如果说你跟踪这个的话，一定不要卖飞了，尤其是零轴起来的，尤其是日线零轴起来的，那么它后期的力度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对吧？所以说日线上没背驰啊。现在虽然说今天有一个冲高回落。现在是只涨了1%点多，但是一个冲高的一个状态，还是不背驰这个进入段，所以说有回来的话还是3买，因为它不背驰就很难打回来。但是如果说它真的被打回来的话，那你也是怎么说呢？这都是预测思维，对吧？能不能够打回来我们不知道，你只能每天去跟踪它。但是它现在这段表达的是强的，所以说大概率是在这里在做中枢，然后。让这个结构更饱满之后，可能结束这笔上涨，对吧？至于你能不能够卖在它这个高点，那就是你的跟踪能力、技术每天是不是要能够跟住它、拿得住，还有仓位配置，这是一个综合的能力。你说我能不能够预测出来它能不能够回到哪个位置，鬼才知道，对吧？除非你是有水晶球，你是能够预测未来，所有的这些都是预测，都没有用。那你只能去每天去做你的跟踪，还有你的仓位的这个加减。冲高了，我要减一减，回来了，我要加一加，那你才能够吃到这种。所以说，想做好不容易，但是像这种你不经常跟的话，可能发现它涨的时候已经晚了。你看昨天是涨了21%，这个9月17号涨了19%，对吧？你如果一直跟踪它的话，你能买在这里，但是你如果一直不跟的话，你可能买在这一天。所以说，手里的票不能太多。你这样才有时间来跟踪各个。我们再看这个苏珊问的 CRCL， 这个是这个稳定币这个发行商，第2大的稳定币发行商。小时上有2个中枢，你说的小时上有2个中枢是这两个对吧？但2个中枢有接触对吧？对的，
两个中枢有接触，这两个高低点就是围绕中枢震荡的高低点有接触，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中枢。如果你的问题只是问有没有接触的话，那就，这个我已经回答了，它是有接触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想，就是说，接触之后只是说我这个中枢升级，可以往上走，但是呢，它也可以是从这个位置断开，从最高点这里断开，从这个147断开，就是说这两个中枢有接触没问题啊，它就是一个盘整上嘛，结束，它也可以走反向的。所以说，现在是这已经有一笔下一笔上了。如果说快速往下走，那你就要注意，尤其是这个下杀的非常快的时候，就这段，不是说有了一个扩张中枢之后就一定往上走，千万不要这种固化思维，或者说那个一根筋的思维。我升级了，我只能往上走，这是错误的。如果说，因为你有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两种方法，你说它升级往上走是同级别分解，那么我利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这个已经是日线那个3脉了。我们看潜在的3脉，现在在日线上这笔反弹已经够一笔了，没回到这个中枢，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脉。现在这里如果说回落成一笔的话，这就是3脉转2买，甚至是3脉转1买。如果说不背驰的话，还可以有5段。对吧？所以说不要固化思维哦，我升级了我就只能往上走。那么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回落，这个回落最好能在这个中轨之上，还能维持在中轨之上的话，那就看在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再跌一下，以这种方式来完成日线那笔回落，这是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段回落千万不能快，就是一定不能不背驰。跟这个1和3比较，3一定不能不背驰，一旦不背驰，你就坏了，那下面就深了，所以说不能着急这个去。你看它现在这个张口张的有点，快慢线张口张的有点大，要回到0轴了，所以说要进去做多的话，要先等一等。我们再看这个 Sherry 朋友问了一个 CLSK， 这好像也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挖矿的，对吧？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简单的说一下，是不是已经突破中枢了？然后我们看一下，突破中枢，你所谓的突破中枢是指的周线这个中枢吧？我们说突破与否，在缠论里面的话，这个传统理论叫什么突破？就是3个交易日，或者说你如果说周线的话，就3周都在这个上轨之上，叫站上这个阻力位。但是我们缠论是，有一个次级别上冲之后，还有一个次级别回落。现在它只是有一个次级别的上冲，对吧？所以说还没有出现一个次级别回落的一个测试。次级别回落其实就是那个3买，那么现在它没有脱离这个周线这个中枢，这是同级别分解。如果说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它这里其实反弹是够一笔了，月线上。也就是说这3段。虽然说第3段不够一笔，但是其实在月线上是一笔的表达，对吧？你可以从这里断开，先这么看，从这个60.45这么看，这样的话更简单。之所以用非同级别分解的原因是它更简单，因为它可以分段交易，我可以一段段看，这样的话你不是那么的这个像这些都交割在一起就比较难。那么这个是周线上的一笔回落，就是说周线上一笔上一笔下，现在是周线上的另一笔上，很强，明显上这笔的这个上的力度是很强的，对吧？它明显比前面这个回落的时候，你看它的小周期非常的纠结，那么这个上的非常坚决，所以说这个现在上的是带力度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如果说要是潜在的到16的话，对吧？现在是只有4周。现在力度很强，可以多拿一拿，尤其在日线上表达的很强。它这里确实是有过两个这个超过3根 K 线在这里并排。那么简单看一下，1小时有一个下上下，但是1小时上不够，30分钟上应该够。这里有一个30分钟的中枢。然后这里，30分钟的3买，对吧？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1、2、3、4、5，
30分钟账是一个5段了，看那个第6段或第6笔回来，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上去？整体来讲，表达的还是挺强的，尤其是从这个8.88这个起涨点。所以说，首先30分钟账是开始有要回落的这个状态啦。你可以先减一点，等待它这笔回落形成之后，看它是不是形成一个中枢之后，买这个结构性的买点，看它能不能再上去。这样的话，就最后这一笔有可能要结束了。这一笔结束并不代表整个结束，因为它在日线上，它还可以做一个123再下，对吧？所以说现在是这一笔有可能要结束了。好的，这是这个 CLSK。苏珊问：现在卖掉的可以买回来吗？那你问的是 CR 那个 CL 对吧？不要买回来，等一下，等这一个60分钟的这个回落结束之后，它这个张口张得太大，明显这个小周期让动能没有消耗掉。再往下看。Clark 的朋友又问了一个新的，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个，秦朋友问的这个 SWKS， 这个我们是之前没有分析过，但是这种票，你明显就能看出来，它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间震荡，或者叫箱体震荡，月线上有非常大的一个箱体。这种大箱体说明这个公司现在业务上或者说基本面上没有太大的这个突破，对吧？3、4、5、6、7、8、9，哎，刚好到第9段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第9段升级之后，看它能够有力度的冲上去，所以说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中轨给它加上。现在还没到中轨之上，对吧？还没到中轨之上。看一下这个之后的这些周期的最后这一笔，因为它月线上已经够一笔了，对吧？我刚才就是说这个9段升级之后往上走还是同级别分解，但是呢，从这个最高点断开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又回到这里了。其实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我把这个中枢也给画出来，相当于2个方向你都要看。一要看这里是走9段升级之后往上走，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最高点下落进入段，然后震了2次，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有没有碰到那个，应该还没回去。85.43、85.06，对吧？现在还差几块钱，现在是最高点在83.52，这是85.06。如果说回去之后力度不强的话，那就还是可以往下走。先看一下最后一笔，这是周线上3段了，周线上形成了3段。然后看这个第3段，现在虽然说比这个第1段没有第1段空间大，但是第3段还没完事儿，对吧？连这个周的顶分型也没出现，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第3段内部的结构。第3段在周线上我们能看出来，它这里是有过折线的，起码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日线上或60分钟上肯定是有一个小中枢的，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日线上不够，日线上只是一个下上。这里是够一笔，但是回落不够，所以说基本上就123上去了。那么1小时上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那么你在日线上先比较一下这3段，看一下这3段，我们看一下空间，接近等比例83.99，对吧？也就是到这个位置跟前面这个空间是一致。那么前面这么大的空间的时候，它有过这么一个回落，大概是多少空间？看一下，8%左右的一个回落。然后后面如果说还不如它的话，因为到这个83.84吧，
才是等比例，不到那儿如果说就回落的话，说明这个后面这段就弱了，对吧？但是呢，好就好在这个日线上最后这一笔，这里小周期上是一个123，就小周期上起码这个3是强的，那么你可能小周期再往上冲一冲到这个等比例，甚至突破这个也可以，那么就必须要带力度。所以现在你要关注就是小周期上1小时上这笔的回落，但是整体现在这个已经站到了0轴以上了，对吧？所以说它小周期上的强度是强的，那么尤其是最后这一笔，所以说你要跟的话，就是先看小周期的这个1、2、3、4、5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之后是不是到84或者84以上，84就是让你严重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如果说这个要结束了，那就看它大周期上是不是要做中枢之后再上，甚至是就掉头也可以。因为我们刚才看了，在月线上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脉，就是月线上这个是潜在的一个3脉，可以掉头往下走的。所以说，日线上还可以，这个票，但是大周期的话有点偏弱。好的，这是这个 SWKS，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EOSE。这个我们也看过，好长时间之前看过这个。最低点 0.61 对吧？然后 0.61 之后在周线上做了一个中枢，这是我们之前画的，这是最低点 0.61 做了一个中枢，然后这笔回落的话还不够一笔，但是呢这个3买这个是次级别的一个3买，是非常强的一个3买，刚好没回到这个周线中枢里面来，所以它的起涨点还在 3.07， 周线上这个起涨点还在 3.07 呀。那么在日线上肯定是3段了，对吧？日线上有3段，看一下，最少有3段。那么这里是还是带中枢的，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就是前3段构成中枢，然后开始就在这里震，然后还给了一个日线内给了一个3买，上去又下来。然后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些离开段给了一个3买，然后还做了一个中枢，出现了一个扩张中枢，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中枢，这2个中枢高点要接触，这是一个扩张升级之后的中枢往上走。然后这个现在的离开段还不被持，就这个针对这个的还不被持，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这是大的升级中枢的话，那这就是小 B 段，所以说这个票还是走的非常强的。具体也是一个能源公司，非常强，所以说要拿得住，起码大周期上都是开始向好。如果说这能够空间现在是打开了，对吧？空间如果能上来的话，那再回到前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要长期跟踪，它的盘子比较小，所以说可能日常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你就紧盯着最后这个小中枢就行。如果说要升级的话，就看这个区间就好了。现在是走这个升级之后区间的小 B 段，还是比较强的。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再最后看一个 SNPS， 阿米林朋友问的 SNPS 对吧？500多，那么我们就不看它的基本面了，简单看一下大周期。这是看的是月线，月线上出过一个高点，周线上。月线上这个高点的话，它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不知道是基本面，就是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公司有可能是基本面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它在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可能是财报的原因。出现了一个亏损状态，比预期的要差很多，也没亏损吧，但是比预期的要要差。这个公司是一个提供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的领导者，主营业务也是半导体提供芯片设计。是这么一个公司。
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知道它大概也是就是给芯片做设计的，对吧？也是跟市场的主流行业、主流板块是相应的，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涨这么多。但是在大周期上，我们看它的这个现在这个季度的话是出现了一段季度的回落，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那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是季度上那一笔，那么现在是一个大幅回落之后的一个修复。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好在就是没有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呢，还没有破坏这个整个的上升结构。那么这里是做了一个，而且还回到这个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对吧？你看它前面这里冲的非常猛，但是就一段就杀回来了。那么这个类的话，有报恩关系。我们看这个最高点615.79。615.75，这是有高点，但是下面这个是有报恩关系。那最低点在哪里？584.01，刚好是打了一个低点，看到没有？刚好是破坏了这个结构，所以说这个300不成立。那么直接一笔就砸回来了。那么砸回来之后，只是回到了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还在做这个中枢震荡。那么现在刚好又到了就这个中枢上沿了，看到没有？刚好又到这个中枢上沿了。所以啊，中枢震荡，你虽然说你走了很远了，但是也能拉回来，这就是中枢的力量。你只有拉不回来，反弹勾一笔，这才成300，但是它拉回来了，所以说还在围绕这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那么可以简单的还有3分钟，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看样子这个刚好也是这个中枢上沿了嘛，对吧？你如果说有的话，下面有补的话，这里可以先减一点。看一下1小时，这是一个1、2、3段，1、2、3，现在是在走第4笔，1小时的第4笔，我们可以简单的测一下，对吧？现在如果说你在底下有进这个，可以先卖掉你的做的机动仓的，这样的话，等它第4笔回来之后再看，可以再买回来，甚至在这里做中枢再上也可以的。所以说它现在日线上针对这个大缺口，现在修复正好是到了一个相当于压力位吧，对吧？中枢上沿嘛。那么你就可以先减一减，然后再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就这一段它没有完成，它可以完全是再来一个5，或者说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也可以，然后带力度的上去，可以甚至做2个中枢也可以。这样的话可以把整个缺口补上。整体来讲，它现在是做的一个修复的这个缺口的一个行情。好的，还有不到1分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有一个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它这个昨天这个高点184.55，英伟达要稍微注意点了。为什么呢？这个高点刚好是突破了前面的这个历史高点，前面有一个高点在184.48，今天最高点在昨天最高点在184.55，造成什么呢？造成这是如果说进入段的话，这个中枢可以结束了，这个结构是有进入段有中枢，完全可以结束在184.55，所以说这是需要我们后期要关注的。如果说它要是结束在184.55的话，那就是看它首先要跌破这个中枢往下走，对吧？所以就是你现在主要关注这个日线上最后这个中枢，因为它184.55现在是这个历史最高点。那么在1小时上其实是3段，但是也可以往下走反向。这个现在这个 MACD 你看，这是出了最高点的，是突破了前面那个最高点，但是 MACD 表达的偏弱，所以整体市场上现在对它投资 OpenAI 这个事儿啊还持怀疑态度，需要有更多的消息出来才能够把这个股价再往上推。毕竟现在这个结构已经是随时可以结束在这个位置了，那你就可以减仓，先做这个日线的这个中枢震荡就可以了。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下次再见。